走走。阿荣，你疯了吗？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你凭什么赶我走啊？我为什么赶你走？你心里没有数吗？你滚回你娘家去！你可别后悔。我让你留下来，我才后悔。你儿子啊，儿媳，你们在吵什么啊？妈，你儿子要赶我回娘家去。为什么啊？妈，你知道我们结婚这3年来为什么没有孩子吗？和我同年的小磊，现在孩子都已经上幼儿园了。为什么啊？是不是儿媳不能生啊？他碰都不让我碰。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啊，不小心碰到了他，结果呢，他一脚把我踢下了床。儿媳，你怎么不两个孩子碰你啊？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？妈，你说什么呢？医生说阿荣的身体不好，让他戒烟戒酒之后才能要孩子。你说他天天抽烟喝酒熬夜的，我敢要孩子吗？原来是这样，你怎么不跟我们说呢？我不好意思跟您说，我一直劝阿荣戒烟戒酒的，可是没2天他又恢复原样了。你说这万一要了孩子有什么问题，到时候还不是我的责任？老婆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。儿子啊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一次一定要把烟酒戒了，晚上10点要睡觉，要不然你看我怎样休息你。妈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，这一次我一定会戒掉的。妈，你别生气了。你这话都说了多少遍了？小杨，你这一次就原谅阿仁吧，以后我帮你一起监督。我肯定会做到的。看在妈的面子上，我就原谅你。你以后要是再这样的话，我可跟你离婚了。行了行了，就回屋吧。小雅，妈来了。妈，你来啦？小雅，你说我姥姥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妈，你这说什么呢？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房间啊，我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你去休息吧。妈，你慢点，我送你进屋。小雅，你看妈那房子已经漏雨了，也住不了人了，身体还不好，我只能把她接到咱们家来。没事的，老公，你就让妈住这吧。对了，明天我们单位有任务，得出差1个星期，家里就靠你了。你就放心出差吧，家里的事情就交给我吧。饭啊，马上就好了，一会儿你跟妈出来吃饭吧。我帮你，走吧。啥味啊？这是小雅，小雅，哎，老公，你回来了？你干啥呢？你看看这屋给你弄的，我才走1个星期，这屋给你弄的，怎么了？这屋里什么味啊？你是不是用这种办法把妈赶走啊？你不想让她待，你就直说。阿荣，你进来。妈，我来了。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这个混小子，你在外面瞎说什么嘞？你走的第2天啊，我的腰痛毛病就发了，整整6天了，我躺在床上没有起来过。妈，你都躺在床上6天了。那可不能，这几天啊，把小雅都弄坏了。我这几天啊，躺在床上动也不能动。是小雅这几天帮我端水端饭伺候我的，人家一点都没嫌弃我这个老太太。妈，都是我不好，这几天没在家，让你受苦了。我苦什么呀？苦的是小雅。你看看，你进屋就跟人家发火。妈，我给您擦擦脸吧。小雅，对不起，本以为你会嫌弃我妈，没想到你照顾她照顾得这么好，跟自己亲妈一样。阿荣，你说什么呢？咱们俩是夫妻，你妈不就是我妈吗？孝敬父母啊，也是应该的。媳妇儿，谢谢你。是快点啊！阿龙，我们今天把你妈接到城里跟我们一起住吧。你不嫌咱家小？瞧你这话说的，我们上次回家看她，她一个人守着那老家的房子，挺孤单的。我没义务养她。虽然她不是你亲生妈，但她这些年对你的好，你都没有感觉吗？她对我的好那是应该的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。要不是她的话，我妈就不会离开我。都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就别记仇了。好了，你别说了，我说了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。阿龙，一会儿见到妈，对她态度可得好一点。我尽量吧。哎，那不是妈。看她穷酸样，把她接到城里去啊！
就咱们两个呢。你别这样，当初还是看在我爸的面子上，才不跟他斤斤计较。现在我爸走了，我跟他现在就是陌生人。一个陌生人能把自己养老的钱和把自己房子卖了的钱拿给你结婚，一个人在这孤苦伶仃的。你说什么？我们结婚的钱不是我爸给的吗？老公，爸的钱看病早就用完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是自己不愿意承认罢了。一颗石头都有被捂热的一天，更何况是人心呢？自从你妈进了你们家，对你都是无微不至的照顾，这些你都感受不到吗？照你这么说，是我错了。走了，老公。妈，你怎么坐在这？哎，你梦回来了。走，儿子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妈，对不起。你叫我什么？我没有做梦吧？这么多年，你终于叫我妈了。妈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把我父母离婚的原因错怪在你身上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把你对我的好当作是你对我的补偿，是我不对，而且你还把你养老的钱拿给我娶媳妇，我觉得我这个做儿子太不孝顺了。儿子，你在妈的心里，你就是我的亲儿子。妈，你还是跟我们一起回城里吧。不，只要你两口子过得好，妈在这里挺自由的，不用了。妈，你养我小，我养你老，我们一起回城里。妈，我们一起走吧。3天前，小雅就生活不能自理，还乱喊乱叫，乱摔东西，像个小孩子一样，需要有人哄，我真是受不了了。你把她带回去吧，我不可能再跟她在一起了。阿龙，你还有良心吗？当初我跟我妈都不同意你俩在一起，你跟我们保证说你能照顾好她，我们才勉强同意。可是你怎么照顾的她，让她变成这个样子？我怎么没照顾她了？她生病了，我一直有照顾她，还带她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没办法医，我能怎么办？我总不可能被她这样耗着。我们把她交给你的时候，她可是好好的一个人，没变没疯。怎么跟你在一起1年，她就变成傻子了？她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你说不管就不管了？她变成这个样子也不能怨我，我也不想。可是既然已经这样了，反正我是不会要她这样的女朋友了。你还是把她带回去吧，我还要有新的生活。阿龙，你混蛋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小雅，我们回家。好巧啊，阿荣。小雅，你不是傻了吗？走吧，小雅，这种人你还理他干嘛？姐，你等我一会儿，好歹我跟他说个明白。小雅，你的病好了其实我没有病，当时我是装的。啊？你为什么要装病骗我？为什么？那个时候你说让我跟你结婚，但是我姐还有我妈都不同意，他们不确定你值不值得我托付终身，所以就让我想个办法测试你一下。真没想到，才3天啊，你就把我抛弃了，你让我怎么嫁给你啊？不过也算有收获，一直追求我的阿斌啊，他不嫌弃我疯，答应照顾我，我才知道他才是值得我托付终身的人。我们下个月啊，准备要结婚了。可是你用谎言验证我的感情，这不作数。小雅，你原谅我吧，我们重新开始。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的，你相信我。骗你是我的不对，可是我们已经不可能了。阿斌他对我很好，我们很幸福。小雅，你没必要跟他解释那么多，我们走吧。好，我走了，祝你幸福。小雅，小雅。